Hello， 大家好，我是二欢。今天分享的电影是《宠物情人》。恩熙不仅长得漂亮，还有名校背景和让人羡慕的工作，可她的未婚夫却因为她太优秀和她分手了。朋友们认为恩熙太要强，才会让男人有压力，可恩熙受够了男人的自卑感，她决定以后只和比自己优秀的男人交往。可接下来她遇见的男人和她的预期完全不同。任浩是芭蕾舞者，他原本有很好的发展，却因舞伴意外受伤而自责，一直消沉了2年。任浩最近才振作起来开始面试，可他没有面试成功，还被好友赶出家门，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恩熙的弟弟提出帮任浩找住处，他恳求恩熙收留任浩1晚，可他私下却收了任浩6个月的房费，骗任浩说姐姐同意让他住下。恩熙被蒙在鼓里，第2天回家看到任浩从箱子里出来，他才知道自己被弟弟骗了。恩熙想赶任浩走，可任浩突然说愿意当他的男宠。恩熙以为任浩开玩笑，他故意说可以考虑养他，想让任浩知难而退，可任浩的反应吓到了他。주인님 잘 부탁드려요。哇！恩熙没能赶走任浩，也无法将他真的当宠物看待。可任浩很快进入角色，他撒娇让恩熙帮他洗头，当着恩熙的面毫不避讳地脱掉裤子，心安理得地吃恩熙做的食物。因为任浩的投入，恩熙渐渐接受了他们的主仆关系。他给任浩取了曾经爱犬的名字毛毛，还给他买了专属的项圈。任浩知道恩熙接纳了他，他肆无忌惮地躺到恩熙腿上，看到恩熙没有生气，他更加变本加厉了。뭐야? 생각보다 가슴이…恩熙被激怒，他给任浩定了很多规矩，强调他们只是主人和宠物的关系。自此之后，任浩不敢越界，即使恩熙工作上遇到不顺心拿他发泄，他也心甘情愿充当恩熙的出气筒。可就在任浩渐渐习惯恩熙后，恩熙暗恋的前辈突然空降到他的公司担任要职，前辈完全符合恩熙的择偶标准，好友们劝他把握机会拿下前辈。前辈对恩熙也有好感，他约恩熙去看艺术展，送恩熙回家时，他跟恩熙表白了。任浩看到前辈想吻恩熙，他却狗叫破坏他们。恩熙怕前辈发现任浩，他让前辈离开，可任浩感受到背叛，他用各种方法表达自己的不满。恩熙被任浩折磨得焦头烂额，他咨询爱狗人士，才知道狗狗会嫉妒主人关心别人，这种情况只要哄一哄，狗狗就会摇着尾巴回到主人身边了。恩熙决定哄一哄任浩，他买了任浩爱吃的菜，任浩看到后立马改变态度，开始黏着他。这之后，恩熙发现任浩变得很奇怪，他会偷偷跟出来，听到他和前辈打电话，会生气地将他的手机扔掉，知道他感冒了，会专门来公司送药。同事永恩认出任浩是舞蹈家，大家很好奇恩熙和任浩的关系。恩熙害怕大家知道他们真正的关系，只好撒谎说任浩是他的堂弟。恩熙觉得和任浩在一起很轻松，但他也清楚这种关系不可能长久，最终他还是要和前辈在一起的。恩熙把重心放在前辈身上，可永恩介入了他和前辈的感情。永恩看到前辈关心恩熙，故意说自己怕黑，让前辈陪他送文件。恩熙没等到前辈回来，打电话才知道前辈听永恩说有心事，所以留下来开导他。恩熙梦到前辈和任浩被永恩抢走了，他害怕梦会成真，所以同意和前辈参加公司2天1夜的聚会。去参加聚会前，恩熙发现任浩脚受伤了，他叮嘱任浩去医院。 주인님이 같이 가주면 안 돼？ 恩熙没有带任浩去医院，他去参加聚会，但他不放心任浩，一直尝试联系他，可任浩却没有接电话。就在恩熙心不在焉时，前辈和他求婚了。恩熙一想到任浩可能发生了意外，他便坐立难安。他跟前辈说要回去喂狗，急急忙忙地离开了。等他赶回家看到任浩在洗澡，他虽然放心了，却又突然变迷茫。他知道自己喜欢前辈，
可是和前辈在一起总是很紧张，他不知道和前辈结婚是否是正确的选择。恩熙喝醉后，误将任浩当成了毛毛，他将心里的不安说了出来。任浩知道了恩熙的心事，他让恩熙不要结婚，说会永远陪在他身边。恩熙清醒后发现任浩不是毛毛，可任浩突然吻向他，恩熙很慌乱，他逃走了。任浩知道恩熙喜欢前辈，他没有跟恩熙表白，恩熙也不知道对女生高冷的任浩只因为喜欢他才心甘情愿做他的宠物。之后前辈到恩熙家做客，任浩看到了求婚戒指，他意识到恩熙要结婚了。任浩不想和恩熙分开，他问恩熙结婚后会带他一起走吗？恩熙给了否定的回答。任浩很伤心。 필요 없어지면 버리면 그만이네. 주인들은 참 편하구나. 恩熙想结束他们的关系，任浩却习惯了恩熙的陪伴，即使获得出国机会，他仍犹豫是否要为了恩熙放弃。恩熙意识到他说不会带任浩走的话很残忍，他拒绝了前辈的邀请，专门做了任浩爱吃的食物想哄他开心。可直到深夜，任浩都没有回来。恩熙一直联系不上任浩，他担心任浩出事了，所以去工作室找他。任浩因为排练一直关机，他知道恩熙因为担心他才会找来，他开心地抱住恩熙。任浩和恩熙和解了，但毛毛是任浩的秘密被永恩发现了。前辈邀请恩熙陪他去上海工作，恩熙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正式回复前辈。可就在他和前辈约好后，永恩却将任浩的事告诉了前辈。任浩发现恩熙没有带手机，他看到恩熙手机上都是前辈的未接来电。这时他接到恩熙的来电，但电话里恩熙却叫出前辈的名字。听恩熙解释后，他才知道恩熙以为自己记住的是前辈的手机号。任浩不知道恩熙和前辈发生了什么，赶到后他才知道恩熙原来准备接受前辈的求婚。任浩虽然很失落，但他不想看到恩熙伤心。他陪恩熙喝酒，带她在人群中跳舞。恩熙忘记了所有不快，喝醉的他开始耍起酒疯。前辈原本还对他们的关系存疑，但看到他们亲密的样子，他无法再继续和恩熙交往。任浩不知道他是否影响了恩熙和前辈的感情，他找前辈确认，前辈却讽刺他。 너처럼 남자의 프라이드가 전무한 어린놈과 내가 동급으로 비교가 됐다는 거야. 任浩不觉得自己没有自尊心，他和前辈起了冲突。任浩听到恩熙的声音收了手，可前辈却趁机打了他。恩熙被他们搞得焦头烂额，又突然接到老板的电话，被告知因为他的失误导致5000万的赞助品受损。恩熙赶去解决问题，前辈和任浩都听到恩熙遇到了麻烦，但只有任浩因为担心跟过来。 괜찮아? 너랑은 상관없으니까 신경 쓰지 마. 정말로 페크 이상도 이하도 아닌 취급이구나. 任浩知道他在恩熙心里一点都不重要，可是当恩熙让他现在就离开时，他又舍不得，只能冒失的用吻确认恩熙的真心。可是他却被推开了。任浩失落的离开了，在没有任浩的日子里，恩熙变得很消沉。他知道自己伤害了任浩，认为任浩再也不会回来了。可任浩却给他发来了消息： 난 모모가 좋았다. 밖에서 아무리 깨져도 모모가 돼서 돌아가면 언제나 산냥하게 나한테 대해주고 내가 은희 되게 많이 좋아하는 거 알지? 任浩邀请恩熙看他的演出，同时告诉恩熙他下周就要出国了。恩熙将戒指还给前辈，他去看任浩的演出。他发现任浩远比他想象的优秀许多。看到任浩很受欢迎，恩熙突然没有了自信。在没被发现前，他悄悄离开了。任浩没有再联系恩熙。恩熙虽然很怀念和任浩在一起的日子，但他没勇气去找任浩。直到任浩出国当天，好友提醒他，感情是要靠自己争取的，恩熙才意识到他一直都在逃避，连一句感谢都不曾对任浩说过。
恩熙想通后去找任浩，但却没有见到他。很快1个月过去了，恩熙渐渐习惯了没有任浩的生活，他学会做一些改变，让生活变得不同，同时也期待能和任浩再一次相遇。 물 들어가고 있네. 나도 은희한테 물 들어가고 있어. 最后别忘了点赞支持一下，感谢观看，咱们下期见。